如果你以为只有央企和大型国企在裁员减薪，那么你大错特错了。一场席卷全中国的收入地震正在如期上演，其震级之高，影响之广，前所未有。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到珠三角，从中部崛起的新第一线到西部欠发达地区，没有一个角落幸免于难。裁员、减薪、停产、倒闭的消息随处可见。即便是过去最红火的互联网、新能源等行业，此刻也充满忧虑。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。这场收入地震让千万职工陷入收入悬崖，让白领阶层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。它的影响之深远，恐怕远超过任何经济危机。多少人眼看着梦想破灭，多少家庭度过难眠夜晚。这场席卷中国的收入地震让普通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忧虑。它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。最近，中国最大的招聘网站拉勾发布数据显示，2023年一季度，中国38个主要城市员工平均月薪再创新低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1.3%， 连续3个季度下滑，刷新历史记录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还不是最糟的。山东、江西等多地传出政府主导公务员集体降薪的消息，引发社会各界担忧。一时间，全民降薪成为舆论焦点。IT 精英横空出世，月薪腰斩。这场席卷全国的降薪潮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幸免。曾经高薪的 IT 行业更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。根据知乎发布的2023职场洞察报告显示，软件工程师、产品经理等 IT 精英的平均月薪较去年同期下跌近 12%， 其中互联网设计师的平均月薪更是暴跌近 20%。 产生这一惨状的原因似乎并不复杂。根据业内人士透露，疫情期间，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政策，带动了行业短期爆发式增长。大量资本涌入互联网领域，各类互联网公司开始疯狂烧钱扩张，导致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。但是最近2年，这些政策红利逐渐消失，加之宏观经济增速放缓，许多互联网公司不堪巨额亏损，选择裁员减薪甚至倒闭。这样一来，互联网从业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不可避免的下跌。根据统计，2023年上半年，中国券商总体人力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11.3%， 合计减薪超过100亿元。多家上市房企员工反映发不出工资，新能源汽车等高成长行业的平均月薪也较2022年小幅回落。一场蔓延至全国各行各业的收入滑坡正在上演。山东、江西集体降薪，公务员预警降薪 30%。相比互联网行业的惨淡，更叫人操心的恐怕是政府机关的阵痛。最近有消息称，山东、江西等多地政府已经向公务员发出 30% 的降薪预警。其中，江西省政府被爆出已向全省各级公务员下达了平均降薪 30% 的命令。对此，官方并未正面回应，只是迅速在网络上辟谣。但据多名江西公务员透露，他们已经收到明年工资将会大幅缩水的通知。我妹妹在江西单位，本月就少发了1000多块钱绩效工资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说，在收入急剧下滑的背景下，许多基层公务员的生活已陷入困境。扣除各项必须支出，他们手头的积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。中国已进入收入2极分化。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降薪潮中，最无法忍受打击的恐怕是低收入群体。近日，中国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，中国有 9.6 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。这一数据意味着，中国近 70% 的国民收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。他们普遍面临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拮据，被迫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
中国多位地方首富的身家总和则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。以马云、马化腾等为代表的科技富豪们坐拥亿万财富，积累的资产位居全球顶尖水平，更不用说那些隐藏财富的权贵集团了。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差距，正凸显出中国社会日益尖锐的贫富悬殊现象。一场深刻的贫富悬殊正在中国上演，收入两极分化恐成常态。在中国三驾马车全面熄火的背景下，中国的就业环境短期内很难出现明显改善。相反，预计未来一段时间，更多中小企业面临倒闭，失业率有望进一步上升，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将趋于下行。换句话说，收入分化将成为中国的新常态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面临艰难的考验。就业岗位越来越少，竞争越来越激烈，许多中小企业不堪亏损，被迫解散倒闭，这导致就业岗位大量流失，使得求职者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，根本不可能人人都能够找到体面的工作。相反，更多人将被迫选择低工资的临时岗位，甚至最终一无所获。同时，物价水平仍在持续攀升，尤其是服装、食品等日常必需品的涨幅更大。这意味着普通人的实际购买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。大米、菜籽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将变得捉襟见肘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许多地区出现了医疗资源奇缺的情况，基层医院常年无力支付药品采购费用，药品储备量严重短缺，这直接威胁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任何一次小病小灾都可能会让普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。住房问题也日益凸显，在一线城市，住房价格始终居高不下，年轻人组建新家庭的压力空前。而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，趁日为房租发愁已成家常便饭。种种迹象正清晰地表明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，未来的日子注定将更加困苦。一场全方位的生活危机已经来临。这场席卷全国的缩减开支潮流，不仅让一大批公职人员生计受到打击，也将进一步压缩普通民众的收入、消费和生活质量。去年以来，大陆各地公务员降薪的消息如同潮水般接二连三地涌来。在东北、西部和部分较为贫困的南方省份，教师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已然成为了一种新常态，有的地方甚至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也无法按时领到应有的薪资。这一消极趋势正在快速蔓延。最新传出的消息显示，即使是中国现役军人的薪酬福利也难逃缩水的厄运。当下，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正在快速积累。在外界看来，这一连串的降薪潮背后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乏力、财政收入下滑的现实，同时也预示着社会矛盾和民众怨气可能再次积聚。如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，这些强烈的社会怨气极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动荡。有分析认为，如果当前趋势不得到及时遏制，这场危机极可能会对国家的统治稳定造成实质性冲击。